天地变色，大地震颤，哀嚎声在这片孕育无数华夏王朝的土地上空盘旋，触目所及皆是汪洋，曾经熟悉的家园再不见半点影子。刚从睡梦中被惊醒的人们不知道为何庇护自己的家园，就这么随着咆哮的水流消失不见。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天灾，受灾人数超千万，数万人遇难，我国损失更是高达上百亿元。这就是轰动全国的758特大洪水灾害。1975年8月，河南迎来特大暴雨，致使水位疯涨，造成数十处水库发生决堤，最终引发了特大洪涝灾害，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那么，让我们回顾这段惨痛的经历，去看看为何水坝会如此的不堪，为何会有那么多的大坝决堤？这场灾难的导火索又在哪里？一个事故的产生往往需要导火索的引燃。1975年8月4日，本该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日子，华夏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7503号台风。它从沿海登陆福建等地后，继续一路北上，逐渐移动到我国河南驻马店地区。与此同时，北方冷空气也在南下，冷暖气流相交汇，导致河南地区迎来了特大暴雨。单就8月6日、7日2天，共计降雨时间竟然长达29个小时，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数据！往年河南全年降雨量从未达到过1000毫米，而这2天的降雨量便已超过这个数字，这对水库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先不提小型水库，就连板桥水库这样的大型水库也远远承受不了，其水位更是早就超过了警戒水位线，并且超过了防浪墙 0.3 米，大水早已经漫过了板桥水库大坝。而这场大雨的威力可谓是毁天灭地，同时也是758特大洪水灾害的真正导火索。事实上，这场大雨的到来早有预兆。1975年7月31日，一个被命名为莲娜的台风于太平洋上空形成。最初，该气旋是往西南移动的，只是大自然的奇妙便在于其千变万化。隔天，它便加强变成了热带风暴，被人类检测到其运动轨迹。也是这一天，它获得了自己的专属名字莲娜。在被机器勘测到时，莲娜已经改变了最初的移动方向，往西北进发。这个时候，无论怎么看，台风莲娜与河南驻马店的距离都相差了108000里，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只叹命运无常，莲娜往西北去的时候，被一个副热带高压所阻挠，移动方向又产生了偏移，于是它渐渐靠近了台湾花莲市。莲娜就像手握凶器的这儿，她并不知道自己会给人类造成多大的伤害，只是顺着本能移动。我国台湾便是由于它的靠近，出现过量刮风降雨现象，导致山体滑坡、房屋坍塌，受灾群众高达3000多人，并有33人不幸于灾难中丧生。之后，台风并未过多停留，顺势又来到了福建省。经过一番肆虐后，本应该就此消散的台风，竟然转化成台风低压，直冲到湖南附近。紧接着，不过1日的时间，它又突然改变方向，横冲直撞往河南驻马店而去。时值夏末，正是暴雨高发的季节，河南驻马店已经连续多日降雨了。由于地势的原因，河南多处建有堤坝，这个降雨量按历年的经验而言，想要安稳地度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的河南人民还在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丝毫没有意识到屠刀即将降临到他们的头顶。台风的到来使得降雨量骤增，给河南驻马店各个水库带来极大的压力，好多村庄、田舍因为地势低，外加多日暴雨的原因，被淹没了一大半，开始出现灾情。台风却始终未再移动一步，也并未消失，就像冷酷无情的刽子手一样，冷眼看着受灾百姓哭嚎。在降下大暴雨之后，板桥水库容纳了惊人的 6.97 亿立方米水量。要知道，板桥水库的容量也才只有 4.92 亿立方米，这多出的 2.05 亿立方米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板桥水库岌岌可危。其实，早在8月6日察觉到水位急速上涨后，板桥水库就已经向上级提出申请，建议开闸泄洪，可并没有成功。因为当时的下游地区早就成了一片汪洋，连日的暴雨让该地区陷入洪涝灾害，无法泄洪，板桥水库只能苦撑。好在1天之后，排洪建议终于被采纳，
可是通讯故障却导致这项命令没能迅速送达。当真正接到排洪指令后，板桥水库又因为泄洪通道不足、大量泥沙淤积等情况直接溃坝，这场灾难就此爆发了。事实上，就在几小时前，板桥水库附近的石漫滩水库也发生了溃坝现象，两个水库总计8亿多立方米的蓄水汹涌而下，势不可当，犹如蝗虫过境一般摧毁沿路的一切建筑和生物。而这些蓄水很快又引发了蝴蝶效应，这些水涌入下游小水库之后，单凭小水库的蓄水量根本不能容纳如此庞大的水量，继而引发2次决堤，接二连三的下游的水库一一溃坝，如滚雪球一般汹涌而下的水越来越多，一切已无法挽回。淮河流域共计62座水库接连溃坝，洪水极为凶猛，最后形成了约10米宽、3米至7米高的滔天巨浪。这场惊天的灾难对我国经济与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洪水如脱缰的野马般四处撒欢，把房屋冲塌，把人类牲畜卷走，一时间哀鸿遍野。当时汹涌的洪水打得人民措手不及，根本来不及应对便被冲走了。有的人因为不会游泳被溺死了，有的人被洪水中的电线勒死了，有的人被水中的铁片刮中，因伤口感染而死。有的人侥幸爬到了高地，却因为没有食物饿死了；还有的人明明被成功救援，谁知临时避难的军队礼堂也没能护住他们，被洪水冲倒，全军覆没。灾难面前，人人平等，洪水可不管男女老少，通通冲走。由于老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差，许多没能挺过去，小孩恢复能力强，可身体脆弱，没人保护也无法活下去。其他的青壮年不是不想救，而是不能救，他们尚且自顾不暇，何来余力帮助他人？于是在无情的洪水中，作为父母的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洪水冲走，却无法握住他小小的手掌；作为儿女的无法保护双亲，哪怕拼尽全力也无法拉住那逝去的生命。洪水过后，即使是成功活下来的人，也不能被称之为幸运儿。哪怕他们于千万人中成功闯过鬼门关，可活下来要面对的却是痛失至亲、财产尽失，身上或留有物理创伤，或留有应激性心理障碍，终生难以治愈。由于758洪灾打破纪录的垮坝数量以及死亡人数，被国外媒体称为全球最大的水库溃坝悲剧。此次灾害波及30个市，共计1000多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至今成谜。官方公布死亡人数，一说2.6万，一说远超8.5万，民间说法为10万、24万到40万不等。被最为广泛认可的一种说法是，死亡人数约为30万人上下，同时经济损失超100亿。无数人在睡梦中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受灾范围也从河南绵延到安徽，洪水肆虐之地一片狼藉，甚至几十吨重的火车都被冲飞出去几十里。京广大动脉被冲毁100多公里，将近半年才恢复正常交通。望着眼前见不到边际的汪洋，看着偶尔能够随着汹涌的水波露出水面的房屋，以及那些随波逐流的树枝和动物尸体，幸存者乃至救助人员都十分迷茫。在大自然无情的摧毁中，人类显得如此渺小。到底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洪灾？难道真的只是天灾吗？758特大洪水灾害的成因是多层次的，非单一性的。从成因方面而言，这场洪灾是天灾，更是人祸。为何如此说呢？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先提到河南的水库问题。当时的河南政府对抗洪灾采取的是重蓄轻排的治理思路，为此他们建造了许许多多的水库，大大小小不一而足。但受限于时代科技与经济水平，这些水库的质量都普遍不过关，偷工减料现象也十分严重，排洪通道不足，而且各种设备出现老化与生锈情况，这样的豆腐渣工程当然没有办法如预期的那样抵御汹涌的洪水。尤其是位于河南驻马店内的板桥水库大坝，在修建完后竟然出现了大量的裂缝。当时修建大坝的负责人找到苏联工程师寻求帮助，然而对方仅只是将大坝的表面随意地填补了一下，这种极度不负责和敷衍的态度，也为之后板桥水库大坝的决堤埋下了深深的隐患。最终，在数十年后的一天，
板桥水库大坝直接被冲垮，大量水流倾泻而下，导致数十水坝接连决堤。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往往是这种最为不起眼的问题，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水库本身的质量隐患是导致此次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除去水坝本身的质量问题，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泄洪时间。8月7日19时30分，第一份特急电由板桥水库发出，过了几小时，第二封特急电再次发出，可这2封急电宛如泥牛入海，迟迟不曾得到回复。这就导致了后来水库蓄水量严重超标，直到整个驻马店地区受灾面积高达 96%， 大片土地全部变成汪洋，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上级的回复这才姗姗来迟，决定炸开流布口、小洪河左堤、虹口等堤坝。同时，上级还发出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不难看出，当时驻守板桥水库的工作人员已经发现了情况危急，可是由于通讯不便的原因，导致最后错失了最佳排洪时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可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指责其失职，因为该有的提醒已经有了，毕竟谁也不能保证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泄洪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但这也从侧面暴露出一个问题：水坝通讯设备保障工作没有做到位。中国当时处理洪灾问题的应急预案做得远远不够。在发生特大洪灾预兆时，板桥水库通讯受阻，能够有效传达信息的无线通讯设备却并未配备，导致消息传递延迟。如此重要且洪灾频发的地区，这样的设备为何不提前备好？同时，作为一个经常会遭受洪水肆虐的地区，河南当地政府及人民对于如何防灾救险明显认知不足，他们没有接受过科学与规范化的应急训练，无法在最为危急的时刻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安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尽管后来中央举全国之力进行救援，可是由于河南驻马店受灾面积太广，交通被阻断，洪水又未完全退去，因而救灾工作开展得极为艰难，有效救治药剂匮乏，食物等救灾物资无法迅速送往灾区，受伤群众也无法立马转移，导致很多人就这样亲眼看着家人走向死亡。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汹涌的洪水渐渐退去，可是8月的炎阳却毫不留情地刺向灾区，那些漂浮的尸体、浑浊的水流，还有脏乱差的环境，成为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随时有可能引爆一场瘟疫。在洪灾过后，脑炎集中爆发，许多人在洪水中活了下来，却死在了疾病之中，还有许多人患上了肠炎、皮肤病等，在很长时间内都要受到病痛的折磨。天灾人祸无法全然避免，河南特大洪灾给这片美丽的土地和勤劳的人民带去了无法磨灭的伤痕，也给全中国敲响了警钟。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好防范措施，打好防灾的地基，尤其是各种防御工程，不能有一丁点马虎。同时要出台相关应急方案，向群众科普自救办法，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好自己和家人，为祖国的抗险救灾工作尽一份力。1分钟带你看洪水来临完整视频。2秒，洪水来了，流速不是很大。5秒，地上基本上已经没有干的地方了。10秒，地上干的地方已经完全淹没。15秒，水的流速加快，门口已有泥巴堆积。20秒，大门下部缝隙被水填满。25秒，注意看旁边的玉米杆，已经淹没到一半的位置。30秒，流量陡增，明显感觉水流加大。35秒，水流进一步加大。40秒，水量继续增加。45秒，旁边玉米杆已经淹没到2/3的位置。50秒，感觉大事不妙。55秒，水量还在增加。1分钟，旁边玉米杆已经淹没到3/4的位置。1分钟07秒，洪水最终淹没到柱子标记处。